在又会读书又会玩那支影片中，我提到这学期砍掉了不少外务，让自己不要那么忙碌，不要累出病。所以我后来也每周上固定的课，有固定的行程，见固定的人。起初是希望这学期可以有多一点休息的时间，专心在课业的学习。结果就在无数个独处的时光感到空虚。我要先去图书馆放下我的行李。你要煮到烂，要连起来就会变成。还有2段跳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跑来这里？只会跑步不会跳远啊！哪里？无法为的实现。最好吃哦！对，哥，你们要干嘛？哇！现在会去。在临时带一个小队。然后帮忙一点哦。不是这句啊，下一句呢？有人把牙齿烧白了。他吃铜锣烧。快笑死！他刚说要不要来，然后我就说不要，但是其他人说来，我就说好。每次出队完都像做了一场短暂的梦，在迫使自己回到现实。我下营之后感冒了。挑战成功了。那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们现在是一个。哦，好可爱。哇，你要揭晓你的运势。对，底下要抽签，要揭晓运势吗？哎，中已经不错了。大吉耶，大吉耶！我知道自己这学期觉得空虚跟焦虑的原因，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我就像普通的大学生，过着普通的大学生活。但我一直认为，持续过这样的生活，毕业后只会缺乏选择而感到慌乱。所以我开始害怕，如果下学期也是如此，我是否会被平凡的生活掏空？会有超过20个部门，然后有1年的实习机会这样子。对，就很像一个，就是我们租了之后就很像一个个人的办公室。昨天通宵。收到欧巴糖，那是我中正的学长，他回来分享考试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把他当我的榜样。理清目标才是一个最根本的，让你找回读书动力的。跟各式各样的人成为朋友，参加艺术季，做专案。那时我觉得自己缺乏停下来思考的时间，才在大2选择了断舍离。但有了时间后，却没能想得更清楚。期末周开始有人宣告自己放寒假，今年冬天来得太晚，学期则结束得太早。紧接着的活动使我暂时逃避了长假的规划。生日快乐！拍
拍贴机哦，我这是第3次拍，这么少，这是我不知道第几百次拍。这里面嘛，谢谢芳姐，谢谢你帮我配音。像是我的话，可能就会固定一天假日的早上，要怎么去写？就是你要去直播结束了，我整到超累的，他们还要准备喉糖给我，超贴心。圣诞快乐！你不是排超多超长，对，我要去找拿票的那一个人。我们现在在外面排队，我们排到巷子里了，就排很长，排超长，然后还要转角，还要过去。跟他说我是第一次来夜店，我也是，可能来之后就不会再来了。我头真的快痛到不行，一直有那种反胃的感觉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宿醉，因为我昨天根本就没有喝什么东西。我暌违大概14、15年没有出国了，所以这是我隔那么久再跑来机场。我们要登机了，然后我有个合作的那个发文期限是在刚好这个时间刚好，所以我超怕没有网路的。我们登机了，但这个超级小，太晚才决定要去日本，所以那个机票都会有点贵，然后我们就订联航，自己出钱。我没有拿爸妈的钱。我们抵达了，他说现在外面是12度，在飞机里面超热的，那个景色很好。我们到饭店附近的车站，走去饭店的路上，入住饭店，青旅又是 Apple 电脑，这个哇，在日本正式的第一餐，就在饭店旁边的拉面。晚上11点多，我们准备要去跨年，要去大阪的天满宫。说到大吉了。从日本回来后，我在水笔上写了一篇关于揭露与记录的文章。梳理了这阵子的想法后，我重新提笔写下新年期许。那跟有客观指标新年目标不同，目标会放在 Notion， 用表格化的方式列出具体的事项跟执行方法。但有点久没有打开这个程式，最近登入时才发现，去年10月后，我的每月目标就是一片空白。原来我那么久没有重新检视我的阶段性目标，而或许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觉得无所适从。记录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？上个月我几乎没写日记，即使这期间有很多值得记录的事物，我却失去了某种动力，好像在写的过程中越来越讨厌自己。是因为这学期过得太频繁了吗？学业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，频道上满意的影片没有几支。以前是过于追求改变、前进，比别人走得更快更远。因为当我看到其他人做了很多事，而我却停滞的时候，也会感到焦虑。该如何诠释这份焦虑呢？寒假某一天，我从总图走出来，在笔直的大道上骑着脚踏车，看着夕阳在椰子树干的缝隙间一闪一灭，以为还有无数个这样的瞬间，转眼却发现4年已快过半。作家简真在讲座上说过，这一所大学是很容易让人撞墙的大学啊，每个人撞的墙不一样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撞了不止一次的墙啊。可是我也必须讲，我非常感谢台大，也因为在台大，我清清楚楚地找到了自己的轨道。
而且你不仅自己这样做，你还拉那个你的朋友一起这样做，然后你要执行连续8天。恭喜下面这位同学啊，蔡永贞，与8位朋友早起早餐挑战，是各位同学知道。但其实拍影片啊，或是做影片，对我来说像是一个输出的行为。最近比较没有输出，但输入蛮多东西的，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近期的想法吧。我觉得这次的假期，虽然我一开始没有安排什么事情，逐渐被塞满的同时，我也在与人的对话中，慢慢的去更聚焦自己的方向，更清楚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影片，产出什么样的作品吧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假期是蛮有意义的，不会像可能暑假的时候，那时候忙转系啊，然后申请一些社团，但最后都有点白忙一场的感觉。虽然也同时借此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，但这个寒假我觉得比较像是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原本大学后2、3年有一个底说可能需要做什么，但那并不是我想要做，而是大家似乎在那个时候会做那些事情，那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。在近期才比较有一些更明确的想法，实际去安排下去，而这感觉还蛮踏实。但先不讲说了什么事情，我想要一步一步去准备。如果有什么成果，或我真的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会再跟大家分享。但想提醒自己，保持开放的心胸，学习去接纳不同的可能性，持续保有对生活的热忱与盼望。